打磨一下。这就4个角。对，啊，太尖很容易戳破那个面纸。使用砂纸打磨边角，这边也需要打磨吗？你需要磨一下，对，稍微磨一下。一样有一点点小，包一下，我包一下。看到。这个包1圈就够了。对，包一圈。掉了，如果是这种胶的话，它就不这么好擦了。哦，好，方便那个脱模，也方便擦胶水。差不多。一样，先复位一下啊，整机复位。点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包盒这2个壁给它打开，在那个包盒里面，然后这2个左臂跟右臂都有单独复位的，把它打开。然后那个我们返回，然后有一个底座啊，底座一样的也是全部复位，然后打开。然后我们把上面的模具给它拆下来。好，拆模具。
再返回，然后在这个骨轴里面，这边是分模，就是单独控制这个模具的。然后这边一条的话是主轴，它是整个一条轴会动的。然后我们把这个分模杆它拉出来，然后我们点压那个拉模上升。要不弄这个，然后我们再降下来，或者直接点这个拉模机也可以，自己调的。我们把这个模具给它拆下来。一样的，把这个垫块给它拆出来。我们这个螺丝一定不能高出这个铁块啊，不然的话，它装上面的时候，这个螺丝会顶到的。不一样吧？它有东西，它装了，它个。好，安装。然后这个的话，我要单独拿一个，我现在仓库就拿一个小的。好。顶模。其实正常用这个，直接用这个也可以，但是说他做这个的话，那我就换一个小的杆。好 ，OK， 可以。一个小的。然后他们自己，完了以后做模具的话，这个螺丝一定是在里面的啊，不能凸出来，不然的话盒子里面会有那个螺丝印的。
这边返回我们这个底座，然后我们用这个毛混去泡一下，去校准一下这个模具。然后点。然后以这个毛滚跟这个毛滚跟那个模具齐平啊，帮它们校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校平之后，我们就把它锁死。对，把它锁死。左右都可以哈。对不对？然后我们装上这个模具套上盒子，来装下主轴。这个是主轴的上升下降。上模校准。对，然后以这个上模对下模对齐。然后我们稍微下了一点点，这样。好。我们四个面基本上跟那个模具是平的，然后我们底模，这个底模一定不能超出这个盒子这个盒面啊。对，然后我们就把上面都弄好。啊。装好之后，推上来。然后返回在这个第一个页面，我们把这个拉模升上去。好，我们把这个套带装上去。然后我们再点一下这个拉模机，让它模具下来。然后就是说中间那个中模的话，装到什么位置呢？就是说这个面跟上模面平就可以了。底部是平的就可以了。你要不套个盒子会更快一点？啊，我们这样，我们用一个尺，用一个钢尺。然后我们底面看一下，不要装斜了，防止那个中模跟那个上模然后从里面的打架，碰到。
那时候我们把处理起来。好，对了，我们这模具也装完了，然后我们把这个盒子的尺寸给它输进去，好，返回，然后在这个盒子的这个尺寸点进去，长度175，要求。宽度91，高度30，石板厚度基本上差不多都是2毫米的，就不用管它。然后我们量一下模具的高度，我们量那个模具的高度的话，是要包括这个模具和这个里面这个电铁块，这个铁块中间的这个铁块要把它算进去的。中间的铁块是11毫米，11毫米我们模具是37加11加48，直接说48就好了。下面这个是一样的。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那个面纸包进去的那个宽度、长度。基本上，看一下面纸，来面纸看一下。这是包出来这个长度，17，多输一点没关系的啊，输个20就可以了。好，这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点一下重新计算，好，它们位置就算出来了，我们直接就看一下中文。我们就也就把盒子套上去。套个盒子检查。对，检查一下，我们把盒子套上去，检查一下位置，然后返回，然后这个第一个页面我就检查一下这个位置就行了。然后我们先调，可以拿下来啊。先检查一下毛滚的松紧度，等下降，等下降。那是你点中文也可以。然后毛滚是用这个底座，这个底座控制的。我们这边就是它分一个前后左右，那边是前，这边是后，左右。我们这边可以。然后前面的话有点松，这个毛滚有点松，我们就点一下前进。输入好之后，我们点一下基准存入，就是说那个位置感觉可以了，就点一下那个基准的存入和这个一个，这个位置分
这一道毛刷这个是什么？对。来检查一下下层。下层层毛刷有点松，我们得近一点。调整好就好，一样的。可以。对。然后毛滚这个就已经调整好了。用毛滚来设置底座视频。对。然后我们看一下主轴跟分模那个位置。点一下，先检查一下上层，它有两层，然后点一下上层层到位，我看一下。然后我们一般高度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盒子，这个尺子，这个盒子的这个上面顶端啊，跟那个压泡棉这个因为黄色的这个海绵，基本上齐平就可以了。然后你还再上一点啊？对，上升。对，然后上升，然后看一下这个位置，这个是主轴的当前的位置啊，主轴位置621.09，我们就把这个位置输进去就可以了。621.09，就可以了。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然后一个刷耳位置，刷耳位置就是什么呢？点上去点一下。刷耳位置就是说，这个盒子的底部离这个铜片就大概5到10毫米啊。对，那我们上面上一点，在这儿，对，差不多了，可以了。然后我们就621。我们得检查一下上层的。我们看一下，顺带的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铜片，因为这个它是缠那个面纸耳朵的，我们看一下它会不会顶到这个盒子，这边是差不多刚好了，这边感觉是有一点点，我们看一下。没关系，你看看，这个就是哪个一面呢？就是这个刷耳啊，刷耳里面可以看到，它就分前后的，也是一样的，对面是前，我们这个方向是后，然后分1、2，左边是1，右边是2，我们刚才是点的是后，我们这方向是后，左边是1，我们刚才可以看得到这个是1的，这个没问题，基本上就可以了。那我们点一下复位，这检查一下毛刷它是没问题了。那我们再返回那个主轴，检查一下上层的上层的就是前后层到位，我们看一下，我们点一下这个位置，它会上去的。哎呀，突破到里面，一样的，也是看这个盒子的这个盒上面盒口跟那个压泡棉是齐平的就可以了。也是上一点点，也是上一点。那可以了。我们把当前的位置输进去就好，这个前
前后踩到位312.58。好，这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返回上来。然后还有一个，它是有两个位置，上面这两个位置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两个就是均匀缓冲位，均匀缓冲位就是让那个模具跟下面那个模具两个触碰到就可以了。它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模具下来的时候，它会在这个底膜这里，它停顿一下再下去，这样的话它就会没有什么声音的。这个基本上差不多。2、3、5，就看两个数一样的就可以了，那就可以了。This handle should be installed outside. So when you receive the machine, please take it outside. Just loosen the screw and install it inside. So you are easier to open door. 它这里有个分模中位分模底位的话，是我们装模具的时候它就已经设置好了，是吧？然后有一个分模中位，分模中位就是什么呢？让这个模具跟那个上面那个盒口在那个位置就可以了。我们这是分模中位，232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就调完了，然后我们就调一下这个它的两边的这个夹具就可以了。但这两边的夹具我们就属于是爆盒，因为它每一个部分的话，它的这个都有单独的一个画面页面的，在这个爆盒里面点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个两边的那个夹具给它合模。它这个大臂它是自动的，然后它这个小的话是我们是要4个螺丝，我们需要松一下。然后把那个有一个爆盒上下，要把它降下来，然后还有一个爆盒夹子点出来，把它点出来。它这个部分的话是跟那个贴脚机的原理是一样的，也是调试的时候把它伸出来。
夹具的话，这个是有一点点间隙的，我们就把它往前走一点，就是这个在这上面，这边是右，那我们就把这个在右调式这边点一下前进，它就会往前走了。这个爪子调到什么位置呢？就是刚好它触碰到这个盒子就可以了。触碰到盒子就可以了。刚好就把这个位置再梳一下。左边的也是一样的，左边的要退一点，因为你这个模具的话，它每一个模具装上去的话，多少有点误差的。然后刚才右边是进的，然后左边就退一点。调试好了，应该梳一下，这边开进去。把侧边的螺丝固定好。我们就把这个主轴升上来，然后点一下这个爆盒上下，看一下这个盒子会不会把它这个夹子会不会把盒子夹起来，只要能夹起来就可以了，就没问题了，就完成了。好的。好，我们就整机敷一下位。确保有些没回来的设置完成是吧？对对，让所有的那些电机全部都复位。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哈，就是说可以点动看一下。425个，我们调个10个，然后等一下做货做出来看一下效果，稳定的再把速度开上去。